最近中国出现了2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第一件，大年初过后不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突然急匆匆地颁布了一个新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知道，上一次发布这种全国性的应急预案还是在2005年，距今整整20年。为什么偏偏在现在这个时刻以这么急切的方式推出呢？难道中共高层嗅到了什么紧迫的危机，非得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不可？第二件怪事就是今年过年期间，全国多地的街头竟然出奇的冷清。一些网友拍视频发到网上，画面中往年热闹非凡的大城市街道，如今空空荡荡，没几个行人，店铺也关门歇业，仿佛又回到了封城的景象。有人不禁要问，中国人都去哪了？为什么今年过年大街小巷看不到人？难道大家都消失了吗？一边是政府突然发布紧急预案，一边是民间出现空城现象，这2件事乍看毫无关联，却同时发生在此时此刻，不免让人产生各种联想。有人开始猜测，难道情况已经紧急，已经等不及了吗？是不是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正在酝酿中？甚至有人想起了一些传说中的预言，难道预言正在一一应验？今天我们就以普通人都能听懂的方式，好好聊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看这2件事背后有没有共同的线索，带您在悬疑中寻找答案。首先说说这份突然出炉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名字虽然拗口，但通俗的讲，这就是一本国家级的危机处理说明书。当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该怎么办？各部门如何分工合作？老百姓又该怎样配合？这份预案就是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出台这种全国性的总预案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那时中国还在温家宝担任总理的年代，社会主要担心的是非典疫情刚过，汶川大地震还没发生，北京奥运正在筹备。可以说那时制定的预案是基于20年前的现实考量。而现在时移世易，许多新情况出现了，比如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局势的变化等等。所以早就有专家呼吁要更新国家的应急预案。但奇怪的是，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现在才终于换上新版。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版预案的发布过程显得相当低调而仓促。2月25日，新华社忽然发了一则通稿，宣布这个新预案印发各地，同时废止老的预案。很多人都是在新闻里突然看到，才知道，原来咱们国家出了个新的危机处置方案，没有事先征求公众意见的大张旗鼓，也没有经过两会代表的讨论审议，毕竟它只是一份行政文件，仿佛就是高层在某个会议上一拍板，立刻就推行下去了。这种急班的姿态让人不由得猜测，难道是情况紧急，已经等不及了吗？我们不妨看看这个新预案的大致内容。按照公开信息，新预案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分成4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前面3类比较好理解。自然灾害嘛，比如地震、洪水、台风等等。事故灾难指的是矿难、火灾、爆炸这类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传染病疫情、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第4类社会安全事件值得注意，其中包括刑事案件、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冲突、金融危机、涉外突发事件等等。换句话说，从天灾人祸到社会动荡，甚至经济、金融和外交危机，全都涵盖在内。一旦哪方面出了大事，都可以启动这个总预案，进入全国应急状态。新预案还强调了几个原则，比如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应急，要建立上下联动、反应灵敏的体系，要把预防和应急结合起来等等。说白了，这要求各级政府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有事发生，必须听从统一指挥，迅速行动，把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里面还明确了各主要部门的职责。公安部主抓社会安全类事件，简单说，哪天要是出现大规模骚乱或者恐怖袭击，就是公安部来维稳处置。国家卫健委负责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万一再有传染病大流行，就由卫健委来指挥防控。此外，应急管理部负责处置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生态环境部负责环境污染类突发事件，
连网络空间领域也囊括进来。中央网信办将统筹应对大范围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事件。这套分工相比20年前更加细化全面，显然是把近年可能出现的新型危机也纳入了考虑。听起来很全面，对吧？那有人要问了，制定这么个预案本身没什么不对，防患于未然嘛，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就在于他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推出，并且动作这么急。古人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偏偏在今年年初官方抛出一份拖了20年的文件，这背后的动机怎能不引人猜测？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源于过去几年接二连三的教训，尤其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国家在公共卫生应急方面的很多不足。比如最初武汉疫情失控，信息上报不及时，各地没有预案，只好临时硬封城，人为也造成了一些混乱和次生灾害。再比如最近几年各地频发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像河南暴雨引发郑州地铁淹水事故、四川山火、重庆大旱等等，再加上工业意外事故、化工厂爆炸这些，其实安全形势一直不轻松。经过这些事，中央可能意识到原有的预案体系太老旧了，必须更新，于是花时间重新制定，刚好赶在现在出炉，或许也只是水到渠成。但也有人提出另一种解读，会不会是因为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所以中央才火速把预案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毕竟疫情也结束1年了，经济虽有压力，但暂没到崩盘。为什么此时如此重视应急管理？难道他们预感到未来1、2年内可能发生什么特大事件，需要提前把工具和指挥体系搭好？想到这里，不少人自然联想起国际局势。2022年俄乌战争打响，全球地缘政治进入新冷战状态。台海方向，美国高官和中国高层你来我往，军机军舰频繁现身，火药味渐浓。有美国将领甚至公开声称2025年中美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开战。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中共高层未必没有最坏打算。如果2年内真的出现台海冲突，甚至更大范围的军事危机，对中国本土而言，也许不会直接打仗，但很可能出现经济封锁、网络攻击，甚至国内舆论动荡等情况。这都属于预案里的范畴，所以今年突然修订好应急预案，也被怀疑是为潜在的战争风险做准备。事实上，中共在历史上确实搞过这类备战备荒。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极度紧张之时，毛泽东发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各地掀起了建防空洞和储备粮食的热潮。虽然最终核战争没来，但全民战备的状态维持了好些年。现在中央虽没有直接让群众挖防空洞，可通过修订预案，把党政系统的整套应急机制武装了一遍，实质上也是在做战争或巨大灾变的准备工作。除了对外的风险，对内的隐患也不容忽视。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问题突出，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这些经济问题如果恶化，可能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动荡。别忘了，预案中的社会安全事件包括金融和群体性事件2项，也就是指经济崩溃和群众骚乱。现在把这层防线织密，显然是未雨绸缪。可以想象，如果哪天有哪家大型房企暴雷引发金融风暴，或者某地爆发大规模抗议冲突，中央就可以立即启动这套预案，派出工作组统一协调各方，压制事态，防止蔓延全国。综合看来，新预案的出台，一方面是完善体系、总结经验教训的正常举措，但另一方面，它的实际又和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高度契合。正因如此，许多人感到一丝不祥的预感，这是不是在暗示什么大事即将发生，以至于让政府不得不提前把应对方案备好，就像乌云压城之前先把防风措施做起来一样。说完了上面那些国家层面的忧患，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民间，看看前面提到的那场空城现象。2025年的春节假期本该是热闹喜庆的时刻，结果在一些超大城市，我们却看到了异样的冷清。最典型的例子是广州。根据网友在除夕和初一拍摄的视频，广州市中心许多平时车水马龙的地方都变得门可罗雀。珠江新城、
体育西路这些繁华区域，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商场店铺大多关门休息，甚至地铁车厢里都空荡荡的。有人感叹说，去年过年广州还没这么安静，今年简直像一座空城，就连平时人山人海的城中村小巷，现在走路都有回声，剩下少数本地居民留守。不光广州、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今年过年期间也都呈现出异常的安静。有外国人在上海过年拍视频感慨，不知道的还以为又封城了。街上冷冷清清，一点过节的红火氛围都没有。确实，往年春节，即便大城市很多外来人口返乡，市区还是会组织庙会、张灯结彩庆新春，留下的人也爱出门逛逛。可今年似乎大家都懒得出门，城市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这种空城现象，部分原因当然很简单，因为外地打工的都回老家过年了。以广州为例，本地户籍人口比例不高，经济发展又放缓，所以许多在广州工作的外省人今年选择回乡团聚，城市里自然就清静了。更何况今年春节假期有8天那么长，很多人早早就请假离开，甚至一些工厂公司因为订单少，业务清淡，很早就放员工回家了，人都走光了，城市当然空。但是这种年年都有的返乡潮，今年为何让人特别有感触？因为除了人更多、时间更长之外，还有一个大背景，经济不景气导致年味骤减。有人总结出今年过年有10大反常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大家口袋没钱了，许多习惯都改变了。比如以前过年手机短信、微信拜年此起彼伏，现在没几个人发贺年信了。往年不少人图个热闹在群里发红包，现在群里也冷冷清清。曾经全民热衷的支付宝集五福活动，如今几乎看不到刷屏。各大网络平台的新春红包活动，参与的人也寥寥。还有很多家庭简化了年货，零食水果只买好，不再像以前那样丰盛满桌。线下拜年也是能免就免了，发个微信问候就算。甚至有网友自嘲自己过年就只买了10块钱的橘子，还有人直言口袋空空没钱，什么都免了。最夸张的是，有些打工人连年都不敢过，大年初2就提前踏上返程路，甚至除夕当天还在上班。他们可能是担心假期太长耽误工作丢了饭碗，或者急于挣钱不愿休息，这才导致初1、初2高速公路和火车站就出现返程人潮。以往都是初5、初6才开始返工，哪见过初2就结束假的？有人感叹，现在生活压力太大，连过年都不敢放松了。当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时候，过年往往是人们花钱享乐、尽情团聚的时刻。反之，当经济不景气，大家手头紧，过年就变得索然无味。今年恰恰是后者。从城市到农村，很多地方都比往年冷清，城市里的热闹少了。乡村呢，虽然回去的人，但也出现了怪现象。村里很多年轻人常年在外定居，即使过年回家，也只是待几天又走。村子平时还是留守老人居多，没多少劳动力去张罗大型的年节活动。甚至有人说，现在农村过年也简朴许多，不像从前唱戏、放电影，热闹通宵。总之，无论城乡，大家对过年的热情都在降低，仿佛整个社会的情绪比较低落，没有心思欢度佳节。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不止在过年期间存在，平时也在上演，而且更加值得关注。比如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首次负增长，人口总数开始下降，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变少了。而在年轻一代中，移民海外已经成为一股热潮，许多有能力、有条件的人选择离开中国，到国外求学、就业或者干脆定居。这部分人一走，自然就不会再出现在国内的街头了，甚至在华的外国人也大量减少。据说在上海的外籍人士这2年走了30%，外资企业的高管和专家也纷纷撤离。这些现象叠加起来，让人不禁要问，中国人都去哪儿了？如果我们联想3年前疫情最严重时，那时城市街头也是空无一人，但原因是政府强制封控，人人被迫宅家。而今年没有人强制不让出门，可大家却自发地减少外出，背后折射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也许更让人担忧。空荡的街景背后，
是经济的萧条和人心的疲惫。一边是政府急匆匆修订预案做准备，一边是百姓无奈地过着躺平年。这样一对比，不由令人起疑，莫非真有什么大变局降临？历史上，大动荡之前，往往民生凋敝，草木皆兵。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前几年，各地闹灾荒瘟疫，朝廷即便张贴告示求雨，颁布大赦令，也救不了饿殍遍野，最终民变爆发，天下大乱。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起前，崇祯皇帝也频频下达紧急措施应对灾情，但老百姓早已吃不起年夜饭，活不下去，再多预案也回天乏术。晚清辛亥革命那会儿，也是朝廷刚搞立宪新政、巡防营改编等一系列改革，结果底下民心思变，武昌城头的枪声照样打响，清轰然倒下。这些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当国家层面动作频频，民间又怨声载道之时，往往酝酿着大的转折。那么如今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上面抓紧备战，下面消极过年，双方似乎都闻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以至于有人把古代流传的预翻了出来，试图寻找答案。说到预言，中国民间向来有很多传说，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唐朝的推背图和明朝刘伯温的预言诗。虽然他们的真实性存疑，但每逢乱世，总有人喜欢用他们来对号入座。最近网上盛传推背图中的一句预言，内容是黑兔走入青龙穴。按照一些民间的解读，黑兔指的就是刚刚过去的癸卯兔年，因为癸卯在五行中属水，水的颜色为黑，所以癸卯年被称作黑兔年。青龙则象征辰龙，也就是即将到来的2024年龙年。这一预言被解释为兔年将发生影响到龙年的重大事件。现在兔年已经结束，龙年即将到来，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会不会真有那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酝酿并即将爆发呢？再说刘伯温，相传他曾留下诸多预言，预告明朝之后的世事变化，其中真假难辨，但有些句子听起来相当瘆人。据说刘伯温的碑记中罗列了所谓的十愁，例如什么天下瘟疫何时休啊，饿殍遍地难活口啊，还描述过家家户户闭门谢客、郊外焚香祷告的景象。乍一听，和我们近年经历的瘟疫封城还真有几分相似。当然，这多半是后人附会杜撰，但民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今这些预言再次流传，也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恐慌与不安。除了中国的预言，西方也有一些所谓的末世论被拿出来讨论。比如有人引用圣经启示录的说法，称末世将有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四骑士肆虐。前几年疫情肆虐，像不像瘟疫之马？俄乌战争、以巴冲突是不是战争之马？如今经济困难，粮价上涨，又隐隐有饥荒的影子。如果这些都凑齐了，难免让人想到末日将至的情节。虽然末世论听着很极端，但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的灾难感确实在增加。还有一些更现实的预测，来自时事分析和专家推断。前面提到的美国将军预言2025开战就是一例。再比如，有海外学者断言，中共政权可能撑不过2030年，甚至2025年前后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前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觉得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政府稳如泰山，怎么可能突然崩塌？然而这2年情况变了，不确定性增加，当局自己也在强调要警惕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如今有了这份全方位的国家应急预案，更让人觉得当局是在为某种巨变做准备。那些曾被视为危言耸听的预测，会不会一语成谶呢？预言也好，猜测也罢，其实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切身利益。如果真有大事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事到临头如何自保？在这里，我们不妨结合历史教训和常识，谈几点建议。首先，不要忽视各种风吹草动。当政府都开始备战备荒，我们也该适当准备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应急知识。就像之前民政部门也建议居民家里备点物资，哪怕不是为了战争，碰上地震洪水也有用。当然，准备不是让你去恐慌抢购，而是有条不紊地存点该存的东西，心里有个底。其次，关注经济变化，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大事件来临往往伴随金融动荡，如果你有资产，分散风险，避免孤注一掷很重要。如果工作不稳定，也要早做打算，多学点技能或者准备备选的门路，以防万一失业。就像今年那么多人提前返岗一样，大家其实都在为求生存拼尽全力。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再次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被谣言煽动。越是敏感时期，越要独立思考，预言听听就好，真相还得靠我们去观察分析。万一真出现紧急情况，听从正规渠道的指挥，比道听途说要可靠。历史上很多恐慌本身比事件更可怕，比如金融市场的恐慌抛售、群众踩踏事故，都是因为恐惧失控造成的。我们心态稳住了，就能避免成为混乱中的受害者。最后，我想说，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抱有一份希望。中国历经5000年风风雨雨，大灾大难不少，但每次劫后都有重生。也许真的有一场风暴在酝酿，但风暴过后，或许天空才会放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些变局也许不可避免，与其恐惧，不如以平常心面对。同时也希望掌权者能够顺应民意，妥善应对，让人民少受点苦。大事要不要发生，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是做个两眼一抹黑的局中人，还是做个有准备、有思考的明白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否平安度过可能的乱局。预言如果灵验了，那也只是因为我们放任问题恶化而不去改变。预言如果不灵验，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及时行动扭转了乾坤，最终的答案将由我们共同书写。好了，今天的话题有些沉重，但却关系重大。总而言之，从中共急搬新预案到全国各地出现空城现象，这看似偶然的两件事，背后都透露出不寻常的信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动向，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度悲观。俗话说，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做好最坏的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变局中的你我，也务必保重，静观风云，笑对未来。